第18回内容主要描述王玉阳与浑然子之间的对话和比试。王玉阳以真理驳倒浑然子，并阐述阴阳之理。随后两人进行做工比赛，王玉阳最终获胜。姚老爷对王玉阳的教导表示赞赏，而浑然子则渐渐虚心。随后刘长生在梦中遇见王母，因不慎看了仙女而受到责备，最终被送回人间。刘长生与谭长真交流学道的体会，提到许金阳的故事，强调修行者需要看破色相，并透过生活经验来增进修行。整体而言，这段内容探讨了道理、修行与心境的转变。现在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实传的故事内容。闻说西方种一莲，花开10丈偶如传。灵台自有极缘树，本地风光即佛天。话说王玉阳几句切要的话，将浑然子驳倒，回答不上。关主在一旁拍手大笑，催王玉阳只管说出来，不必做难他，谅他也不能知。浑然子见关主说他不知，便要作怒。王玉阳即为之解曰：老先生非不知也，不肯言也。小道敢将此理说来，大家参想，看是也不是。夫真阴真阳者，阴阳二气也。真阳之气藏于肝，真阴之气聚于肺。肝者木也，聚魂之所；肺者金也，藏魄之地。金为对女，木为正男。木旺于东，金产于西，故欲以东家郎，西家女，而欲使金木相逢，魂不离魄，魄不离魂，如夫恋妻，如妻依夫，此即阴阳会合之理。浑然老先生问我可有家事之话也，然必要借黄婆勾引，方得相见。黄婆者真意也，言是必借真意会意，可使金木两无间隔，方能如夫妻之好。意属土而多情，其色黄而好动，故誉之为婆。东西往来，会通两家，如媒弱一般。怀胎者是言真气凝结于丹田之内，如有孕之状。真气具足，发现于神，故曰神为气之子，气乃神之母，故有婴儿降生之言。到此地步，大丹成也，可与天地同老，日月同修。姚老爷闻此言，称赞不尽。浑然子恐怕王玉阳把他饭碗夺去，乃大言曰：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要敢与我做工，要3两日不沾茶水，才算有功夫。王玉阳笑曰：多的日子小道便不能做，若说2、3天，余下愿奉陪。说罢，两个便赛起功夫来，就在客厅铺下毡褥，并肩而坐。浑然本能做3两日不沾茶水，只因要与玉阳比赛，已逐了一点愤恨在心，遂至坐不安宁，生出许多烦恼。一时要想喝茶喝水，一时又出宫几泻，一日下单几次。做到第2日便坐不住了，竟下座寻饮食吃，打起瞌睡来了，睡得鼻鼾连天。王玉阳硬坐到第3日才下单来，反觉神清气爽。姚老爷再三夸奖说：师傅做工，老先生不能及也。王玉阳曰：非老先生不及我，因他年纪高大，人老气衰，如我到他那般岁数，只怕做半日也不能纳。浑然子闻说，心头悦服，从来与他谈叙，不敢自高自大，渐渐虚心下气起来。王玉阳在姚府住了几日，也教了他几段玄功，两下甚是相得。一日，王玉阳推说到玉仙关取丹行，一去数日不见回来。姚崇高打发家仆去问，关主说他当日便走了。姚老爷闻听此言，跌脚长叹，自谓无缘。浑然子亦有不舍之意。丢下王玉阳之事，又表刘长生与众道友离别之后，南游一遭，复往东鲁，在泰山精修3年，得成正果，飞升上界，赴宴瑶池，参拜王母。见王母身后有数十倍仙女簇拥，容颜殊妙，世间罕有，难描难画，可爱可羡，
未免一念之动，将众仙女偷看了一眼。王母问曰：汝瞧他们意欲何为？刘长生闻王母之言，自知失礼，惶恐谢罪，俯伏奏曰：臣偶见泥头飘物，彩绣展扬，无意之间将仙女瞧了一眼，得其实并无别意，望慈颜赦罪。王母则曰：人我犹存，色相未空，纵使金丹成就，不能超凡入圣，可在下凡间苦修苦练。即命仙官送下。南天仙官奉了王母之命，领着刘长生来至南天门。刘长生正要乘云气而下，早被仙官推了一掌，跌下南天门去。忽然惊醒，才如是梦幻。回思瑶池之事，真乃一念之差。况重阳先生也曾说过，我于丹道具优，只是色相未空。今梦入瑶池，王母责备之言正与先生相同，但不知这段功夫如何做法，必须下得山去，访一位高人指示。于是下得山来，行步数日，遇见谭长真，各将往事诉说一遍。刘长生曰：你不受顾家供养，念头不为不正；我在瑶池错瞧仙女，念头不为不差。今欲练空色相，未是从何下手？谭长征曰：昔者许金瑶少年之时，专好射猎，一日猎于山中，箭射小鹿，小鹿带箭奔逃。金阳率家人遍山寻觅，得二鹿于山凹，小鹿卧地，大鹿与之舔伤。见人来，大鹿也不走避，俱被所获。回家弑父，二鹿已毙。剖腹视之，母鹿长以寸断，其小鹿虽受伤，而长却完好。可见痛子之心，比受剑之苦分外痛切。金阳睹此情形，心中恻然，遂将弓箭拆毁，入山修炼，得成正果。意欲化度十方，乃登台说法，收得有弟子数百余人。翌日，金阳对众弟子说：汝等数百人，不谓不多，弃家学道，不谓不浅，但修行之人要看空色相，汝等能见色不贪乎？众弟子齐应曰：若论才气与酒，或者未能进去，至于色字，我们原看得淡，并不贪它。许金阳曰：汝等说的这样干净，只恐未必。众弟子答曰：我等岂敢妄言骗哄师父？许金阳曰：我有一法，可试虚实。你们每人各准备木炭一段，要2尺余长，或3、4尺更好，放在床上伴你睡一夜。到明日早晨起来，交与我看，自有的确功夫传于汝等。众弟子听了此言，不知其故，各去准备木炭，置于床上。是夜，弟子一觉瞌睡醒来，身旁有人同睡，以手摸之，温软如棉，光滑似玉。再探下体，却是女身。欲火忽迟，按耐不住，即与之筹谋。真阳既泄，犹依依不舍，相抱而眠。及至天明，外面喊叫：快来交炭，师父等候多时了。众门人从梦中惊醒，人人怀中抱着一段木炭，正在惊疑，外面又在喊叫：只得穿上衣服前来交炭。金阳吩咐众弟子站立两班，挨一挨二来交。众弟子闻言，不敢为傲，站立两边，即有一人上前交炭。许金阳惊曰：你有多大年纪？其人曰：弟子今年76岁。许金阳说：你若大年纪，为何把这色字看不破？其人答曰：怎见得弟子看不破？许金阳曰：既然你把这色字看得破，你那炭上糊的是啥？其人将炭一看，半腰之间有些淡淡的白点，形迹晦污，使之是昨夜所泄真阳，自觉无言，低头丧气，不敢作声。众人才知昨夜所吟之女，
极目探所变也。再看探时，行迹更多，都怕出丑，个个呆立，不来交探，连催几次，毫不动弹。只有一人笑而上前，将探呈上，毫无记印。许金阳问曰：色者，人之所好，汝缘何不好？那人答曰：弟子从色中练出来的功夫。许金阳问他怎样练法，他说：凡有所好，必有所惧。先则恐不得到优，既到了手，招欢喜乐，不肯休懈。人则神衰气弱，又怀性命之忧，是以惧也。惧甚必避，故对境而忘情，绝欲以保身。我幼年之时浪荡不戒，终日棉花卧柳，静眠不归，把那烟花院当作自己屋里，见过了许多美貌娇姿，说不尽无数风花雪月，弄伤了神，惧而欲避，避不可得，故逃在此而学道，欲保全性命，不复贪恋美色。此无他巧，不过见多识广，经历过来。许金阳听罢点头，即将众弟子遣回，单留他一人传以道庙，后来也成了正果。以此论来，凡事总要精进过，见得多，方才看得淡，去得下。谭长真把这一辈古人讲完。刘长生曰：我原无意于内事，不过阅其外貌，他日当往烟花院去，揽尽油头粉面，做过见多识广，使眼睛空阔。谭长真约他到境地，看道祖降生处。二人走了多日，路上会着王玉阳同往前行。王玉阳便将姚府浑然子盘道之事对他二人讲说一遍。刘长生笑曰：倒便宜了这老儿，把我们的道庙被他得了去。王玉阳曰：若不是我会做工，那老儿犹不肯服。谭长真曰：这样看起来，做工是我们学道之人的打门锤，凡在午门者不可不学也。三人边走边说，忽听后面有人喊叫说：你们走得好快，不知此人是谁？须看下回分解。娇姿原是粉骷髅，穆乐朝欢总不休。一旦无常万事了，夜台难逞旧风流。